茶和咖啡究竟哪个更健康，更能延长寿命？答案即将揭晓。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茶和咖啡是人们日常饮品中最为常见的两种，各自都拥有众多的拥护者。有人觉得茶的清香能够带来片刻的宁静，而另一些人则依赖咖啡来提神醒脑。那么，到底哪种饮品对健康更为有益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佛禅。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首先，茶的好处不容小觑。自古以来，茶就是一种具有疗愈功效的饮品，在亚洲文化中尤其备受推崇。茶叶中富含茶多酚，这种强大的抗氧化剂不仅能够对抗自由基，还能有效减少体内炎症，对保持心血管健康大有裨益。据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茶有以下好处：补充水分，预防肾结石。对于喜爱喝茶的人来说，每天摄入的水分通常是充足的，因为茶本身就是一种饮品，而且喝茶还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这会使尿量相应的增多。当摄入的水分增加时，血容量也会随之增加，尿酸等酸性物质会得到稀释，同时尿量的增多也有助于增加尿酸和其他有害物质的排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结石的作用。例如，多喝水可以降低尿液中矿物质的浓度，减少结石的形成机会。此外，茶中的一些成分可能还具有抑制结石形成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预防肾结石的效果。2点，预防心血管疾病。茶中的茶多酚、茶多糖等物质具有一定的降压、降糖、降脂作用，这些成分能够调节身体的代谢功能，改善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减少血管壁的损伤，从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长期饮用茶可以帮助维持血压、血糖和血脂的稳定，降低心脏病、中风等疾病的风险。许多研究表明，茶中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对心脏健康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3点，提神醒脑。茶中含有咖啡因，这是一种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的物质。当人们感到犯困时，喝一杯茶可以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与通过吸烟来提神相比，喝茶无疑是一种更健康的选择。吸烟会对身体造成多种危害，而茶中的咖啡因则能够在不损害健康的前提下，提高人的警觉性和注意力。此外，茶中的其他成分，如氨基酸和茶多酚，也可能对神经系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增强了提神醒脑的效果。4点，增强免疫力。茶叶中的氨基酸和茶多糖等成分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预防疾病的功效。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对身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茶多糖则能够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例如，茶多糖可以促进免疫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增强它们的吞噬能力和杀菌能力，从而有效地预防感染和疾病的发生。此外，茶中的其他成分，如维生素和矿物质，也对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总之，茶具有多种有益健康的功效，包括补充水分、预防肾结石、预防心血管疾病、提神醒脑和增强免疫力等。因此，
适量饮茶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为身体带来诸多好处。其次，咖啡的好处也不容忽视。与茶不同，咖啡以其令人振奋的咖啡因而闻名。每一杯咖啡所含的咖啡因能够迅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提高警觉性和专注力。咖啡不仅仅是一种提神饮品，更是一个抗氧化的能量宝库。研究显示，咖啡中富含的抗氧化物如绿原酸能够中和体内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此外，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的一项研究发现，适量饮用咖啡与较低的全因死亡率有关，特别是在预防心脏病、2型糖尿病和帕金森症等疾病方面表现显著。尽管两种饮品都具有显著的健康益处，但究竟哪一种更好呢？最新的一项由日本知名科学家领导的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项研究关注了咖啡和绿茶在降低中老年人患上肺炎风险方面的差异。根据2021年3月10日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研究，研究人员分析了573名65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健康数据。结果显示，每天喝2杯咖啡可将老年人患上肺炎的风险降低接近 50%。 相比之下，每天饮用2至5杯绿茶不仅未能有效预防肺炎，反而可能导致肺炎的发病率略有上升。虽然绿茶的负面影响不显著，但这提示我们，单纯依靠绿茶可能无法获得最优的健康益处。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咖啡和茶的结合饮用效果更好。结合两种饮品的多重抗氧化和抗炎特性，可以提供更全面的保护。天津医科大学的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大规模研究显示，每天适量饮用1至2杯咖啡加上2至4杯茶，能够将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22%，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24%， 而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则可降低 31%。 这意味着，咖啡和茶的合理组合或许才是最佳的健康搭档。此外，咖啡和茶还有其他健康益处，一是减肥与代谢改善。除了对心脏健康有益外，咖啡和茶中的咖啡因还具有显著的减肥和代谢改善作用。根据《肥胖研究》杂志的一项研究，血浆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能够增加人体的产热反应，使每日能量消耗增加 3% 至 11%。这种代谢的提升有助于减少体内脂肪储存，特别是腹部脂肪。对于那些有代谢综合症或2型糖尿病风险的人群来说，咖啡因的摄入显得尤为重要。研究显示，血浆中的咖啡因每增加一个标准差，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会降低 19% 至 23.2%。二是认知功能与抗痴呆。此外，咖啡和茶对认知功能的益处也被广泛认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咖啡因能够提高注意力、反应速度和记忆力，尤其是在衰老过程中，对认知功能的保护作用最为显著。一项美国老年病学会杂志指出，适量饮用咖啡和茶的中老年人群患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了 30% 以上。抗氧化剂在清除大脑中有害的氧化应激产物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总之，无论是茶还是咖啡，两者在健康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科学研究表明，咖啡的提神作用和抗氧化性能，结合茶的抗炎和心脏保护功效，可以更好地预防多种疾病。
延长寿命。对于想要保持活力、预防疾病的人来说，每天适量饮用咖啡和茶的组合或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然而，尽管咖啡和茶对健康有众多益处，但错误的饮用方式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尤其是在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下，很多人忽视了这些饮品的正确饮用方式，反而为健康埋下隐患。以下几点特别需要注意，以确保最大化其健康益处，并避免潜在的风险。一是避免喝太烫的咖啡或茶，高温饮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已得到广泛的科学证实。世界卫生组织呼指出，超过65摄氏度的饮品会对食道黏膜造成伤害，长期饮用过热饮品可能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这是因为食道黏膜十分脆弱，暴露在高温下容易造成损伤、炎症，甚至促进癌细胞的生成。研究表明，饮用超过65摄氏度的饮品会使食管癌的风险增加1倍以上，而相比之下，将饮品的温度控制在40摄氏度至60摄氏度之间是相对安全的选择。如果是热爱喝茶的人，可以考虑使用温度控制杯具，保持饮品在最佳饮用温度范围内。中国癌症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指出，习惯性饮用过烫饮品的人，其患胃癌和食管癌的风险显著高于饮用温度适中的人群。因此，避免饮用过烫的茶和咖啡，不仅有助于保护食道，还能预防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二是避免空腹饮用茶或咖啡。空腹饮用茶或咖啡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尤其是对于忙碌的现代人而言，早上第一件事往往是喝一杯咖啡或茶来提神醒脑。然而，这种习惯可能对胃部健康构成威胁，尤其是绿茶中富含的茶多酚和咖啡碱，空腹摄入时会与胃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不易消化的复合物，从而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导致胃部不适，甚至增加胃炎或胃溃疡的风险。此外，咖啡因能够刺激胃酸分泌，空腹摄入大量咖啡会抑制食欲并刺激胃黏膜，长期如此会导致胃肠道问题的发生，如胃酸倒流、烧心和胃炎等症状。根据哈佛医学院的建议，最好在早餐后再饮用咖啡或茶，或者摄入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以减少对胃的直接刺激。三是服药期间避免饮用咖啡或茶。咖啡和茶在某些情况下会与药物相互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代谢和排泄。首先，咖啡因是一种兴奋剂，能够加速代谢过程，但与某些药物如安眠药、抗抑郁药、甲状腺激素结合后，可能导致药效减弱或失效。比如，咖啡因会与苯二氮卓类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减少药物的镇静效果，使患者难以入眠。另外，茶叶中的鞣酸成分可以与某些药物如铁剂、钙剂、抗生素等形成不溶性复合物，从而影响药物的吸收效率。例如，铁剂与茶叶中的鞣酸结合后，会影响体内铁的吸收，增加缺铁性贫血的风险。因此，服药期间建议至少在饮用咖啡或茶后2小时再服用药物，或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饮用习惯。那么，咖啡的最佳摄入量是多少呢？虽然咖啡对健康的益处众多，但适量摄入至关重要。美国 FDA 曾给出了过量摄入咖啡因可能导致的参考症状，包括失眠、紧张不安、焦虑、心率快、胃部不适、恶心、
头痛与烦躁不安等症状。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可能就是暗示你体内的咖啡因已经过量了，需要及时减少摄入量。美国癌症研究中心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指出，每日饮用3杯咖啡约450毫升，能够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脑部疾病的风险。这项研究对20万名参与者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结果显示，适量饮用咖啡的人群中，心脏病发作的概率降低了 15%， 脑卒中和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也有所下降。咖啡中的抗氧化剂，如氯原酸和咖啡酸，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炎症，并维持心血管系统的健康。然而，研究还发现，超过3杯的摄入量可能会减少咖啡带来的健康益处，甚至引发负面作用。过量摄入咖啡因可能会导致焦虑、心悸、高血压等问题，尤其对于对咖啡因敏感的人群。因此，建议中老年人每日摄入量保持在3杯左右。具体的摄入量可根据个体的健康状况和身体对咖啡因的耐受性适当调整。此外，尽管咖啡对大多数人群有益，但有些人群应谨慎或避免摄入咖啡，特别是对咖啡因敏感或有特定健康问题的人群。以下3类人群需特别注意：一是儿童，儿童的神经系统尚未完全发育，咖啡因对他们的神经系统具有强烈的兴奋作用，可能导致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焦躁不安等问题。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12岁以下的儿童应尽量避免摄入任何形式的咖啡因。研究表明，摄入咖啡因的儿童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精力过剩和冲动行为，并且容易受到睡眠障碍的影响。二是孕妇，咖啡因在孕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并可能通过胎盘直接影响胎儿的健康。根据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的建议，孕妇每日的咖啡因摄入量应限制在200毫克以下，相当于1杯普通咖啡的量。超过此量的咖啡因摄入与流产、早产和胎儿体重不足的风险相关。研究显示，孕妇摄入过多的咖啡因还可能影响胎儿的骨骼发育，因为咖啡因会阻碍钙质的吸收。三是神经衰弱患者，对于患有神经衰弱或焦虑症的人群来说，咖啡因的兴奋作用可能加重他们的症状，导致失眠、心悸和情绪波动。咖啡因通过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增加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分泌，虽然这有助于提升警觉性，但对于神经脆弱的人群来说，这种刺激可能导致负面的情绪反应。因此，心理健康专家建议，此类人群应尽量减少咖啡因的摄入，以避免加重焦虑和情绪失调。最后，速溶咖啡能否带来相同的健康效益呢？速溶咖啡虽然方便，但它的健康效益较低。速溶咖啡通常含有更多的添加剂、糖分和反式脂肪，这些成分会抵消咖啡中本身的健康益处。研究表明，反式脂肪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高糖饮品则会引发肥胖和2型糖尿病。因此，对于那些有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风险的中老年人，选择无糖、无反式脂肪的速溶咖啡至关重要。相比之下，研磨咖啡不仅含有更高的抗氧化剂含量，而且不会加入额外的糖分或有害脂肪。因此，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建议尽量选择研磨咖啡而非速溶咖啡，尤其是对于注重健康管理的人群来说，
研磨咖啡能够带来更纯净和稳定的健康效益。喝咖啡的时间以上午9点30至11点30最为合适。此时，咖啡因与体内一种重要激素皮质醇发生相互作用的效应效果处于最优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咖啡不适合每个人，部分特殊人群饮用咖啡一定要小心。1、孕妇，日咖啡因摄入量不可超过200毫克，不然可提升孕妇和胎儿血液内的儿茶酚胺水平，进而使子宫胎盘血管收缩和缺氧，危及胎儿生命。2、骨质疏松患者，建议一天不可超过3杯。3、高血压患者，尽量早上不喝咖啡，避免血压突然升高。对于我们而言，不管是茶还是咖啡，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夸大茶或咖啡本身的作用。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喝茶还是喝咖啡，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健康是心理健康。因为大部分人喝茶或喝咖啡的时候，都是在放松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休闲的时候。这时候泡上一杯茶或者冲上一杯咖啡，心情愉悦、开心快乐，享受生活。这种快乐给身体带来的化学反应更有益于我们的健康。无论喝茶还是喝咖啡，一定要注意量的把握，若有不适，一定要注意减量。